在1902年的一个春日，历史在悄然改写。那年，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结束了他们在西安的暂时避难，踏上了返回北京的旅程。这不仅仅是一段从西安到北京的地理移动，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那一年，因为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这个数千年的帝国震动了。慈禧太后这位曾经是帝国背后的绝对权力象征，被迫离开自己的权力中心，而今她又是如何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回到北京的？我们将揭开慈禧太后的政治智慧和她如何在政治危机中进行周旋的面纱，她如何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重新夺回失去的权利，并在八国联军的压力下保持了清朝的稳定。这不仅是关于一个女性统治者的故事，更是关于一个帝国如何在内忧外患中求生存，甚至谋求转型的故事。我们将探索慈禧太后的个人特质，她的政治策略，以及她与光绪帝之间复杂的关系。我们还将分析她如何影响了清末民初的政治局势，以及她的决策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对于权力、策略和文化的深刻思考。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的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继续我们对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返回北京这一历史事件的探讨。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慈禧太后的政治智慧和她如何在政治危机中进行周旋，现在让我们深入探索她返回北京后的策略和影响。慈禧太后的归来并非简单的权力恢复，她面临的是一个被外国势力侵扰、国内局势动荡的清朝。在这种情况下，她不仅要重新建立自己的权威，还要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巨大挑战。她的回归实际上是对清朝传统政治体制的一次重大挑战和改革的契机。首先，慈禧太后在重新掌握权力后，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旨在稳固清朝的统治，同时试图通过近代化的手段来应对西方列强的威胁。她提倡学习西方的科技和管理方法，支持建立新式教育系统，鼓励翻译西方书籍，以此来提升国家的整体实力。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但也引起了保守派和变革派之间的矛盾。其次，慈禧太后的回归也对清朝朝廷内部的权力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她巧妙地利用朝廷内部的派系斗争，加强了对光绪帝的控制，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同时，她还通过任命亲信和改革派官员，试图改善清朝的行政效率和法律制度。然而，慈禧太后的这些改革并非全然成功，她的政治策略往往是在维护自己权力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导致许多改革半途而废或效果有限。她的统治时期，清朝的内部矛盾和社会问题依然严重，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此外，慈禧太后在处理外交关系上也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手腕。她在清朝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中，既显示出强硬的一面，又不失灵活和圆滑。他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来减轻列强对清朝的压力，同时也寻求通过外交策略来提升清朝的国际地位。总的来说，慈禧太后的回归不仅仅是个人权力的恢复，更是清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她的政治行动和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朝乃至中国历史的走向。虽然她的一些决策存在争议，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通过对他的政治生涯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清朝晚期的历史，以及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慈禧太后的统治时期恰逢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交汇点。一方面，她坚守着清朝的传统儒家价值观和封建礼教；另一方面，她也意识到必须对外来的科技和思想进行吸纳，以应对日益增长的西方影响力。这种双重态度体现了他在维护传统与推动现代化之间的策略和挑战。在传统文化方面，慈禧太后是一个坚定的捍卫者。她强调儒家教义的重要性，维护帝制的合法性和权威。她对宫廷礼仪、传统艺术和文化保护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他的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然而，他对传统的过分坚持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变革。在推动现代化方面，慈禧太后的态度则更加复杂。她支持建立新式学堂，引进西方科技和管理方式，试图通过这些方式来增强清朝的国力。但同时，她也对这些变革保持着谨慎和戒心，担心过度的西化可能会威胁到清朝的统治和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因此，她的改革往往是渐进和有限的，这也导致了清朝现代化进程的缓慢和不彻底。在社会治理方面，慈禧太后试图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来维护国家的稳定。她通过调整朝廷内部的权力结构，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督，以此来提升政府的效率和权威。同时，她也试图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政策来缓解民间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压力，但这些措施的效果是有限的。清朝末年的社会仍然充满了各种冲突和不安。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慈禧太后展现出了她作为一位政治家的独到见解。她不仅在外交策略上表现出灵活和机智，还尝试通过与西方列强的谈判来争取更多的利益和尊重。她的这些外交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清朝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但也暴露了清朝在列强面前的弱势。总体来看，慈禧太后的统治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挑战的时期。她在维护清朝统治和推动社会变革之间努力寻找平衡，但这种平衡是脆弱和不稳定的。她的政治生涯和决策不仅深刻影响了清朝的命运，也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她的统治和政策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挣扎，以及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给你点个赞，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慈禧太后的统治时期是清朝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她的政策和决定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波澜，而且对后世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她的统治充满争议，但无可否认，她作为一位女性统治者，在男性主导的政治舞台上展现出了非凡的能力和影响力。首先，慈禧太后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政治印记。她的统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传统封建政治的局限性，同时也揭示了中国在面对西方列强挑战时的种种困境。她的一系列政治操作和策略虽然在短期内维持了清朝的稳定，但也暴露了清朝内部的腐败和无能，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清朝的衰亡。在文化方面，慈禧太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以及对西方文化的部分吸纳，展现了中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摇摆不定的文化态度。她的统治时期见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转型，既有对传统的坚守，也有对新思想的探索。这种文化上的转型为中国后来的文化发展和社会变迁奠定了基础。社会方面，慈禧太后的统治时期是中国社会矛盾和变革的一个缩影。她的政策和改革尝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但也因为缺乏深远的视野和决心，未能根本解决问题。她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其遗留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为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埋下了伏笔。在国际关系方面，慈禧太后的外交策略体现了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复杂地位。她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清朝的国际地位，但也暴露了中国在面对西方列强时的软弱。她的时代是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转折点。综上所述，慈禧太后的统治是一个多面的时期，充满了矛盾和挑战。她的政治生涯和决策不仅影响了她的时代，也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她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权力、策略和文化转型的故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章节。她的遗产是复杂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无疑，她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通过对她的生平和时代的深入分析，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还可以从中汲取对当今社会和未来发展的深刻启示。